么努力让美梦成真，以为描述回春什么都可能，但是现实残忍，我们是人，请仔细看看眼前的我。日复一日，夜复一夜，没有尽头，换来却是一次又一次的疑惑。医生不是神，我们也是人，在我的笑容背后需要这样的时候，你只要记得，我心的沸腾，太好你的我，依然是另一我。保健品都是包在看诊费里面，哪里可以突然收钱？对呀，现在东西哦这么贵，你们呐还趁火打劫。你们不是慈善性质的吗？搞不好算到来比外面的 clinic 还要贵。对呀，你们跟我们 complain 也没有用，这个是医院的决定。不然叫你们的医生哦把保健品换成药啦，那我们不用多给钱吗？对，你可以叫医生帮你们开单，自己选择要不要去外面的药房买。那不是更不划算？对呀，哎，我是要上班的嘞，看个医生要跑2个地方，我哪里有这个时间？况且我吃惯的 probiotic 在外面很难找的。 Nurse Chin， Sister Q 怎么办？对呀，他们怎么了？近一点，他们因为取消保健品今天的事在抱怨。 Sister Ang， 我每天至少要吃3、4种的保健品，很重本的嘞。哎，那么老像你这样有房子出租都吃不消，更何况我，哎呀，也不可怜我们这些老人家。刚才 Nurse Chin 说了，这是医院的决定，你们再抱怨也于事无补。哎，Dr. Chong， 你来的正好，我平时吃的 probiotics、Vitamin B， 麻烦你开1个月的分量啊。还有预防骨骼疏松要吃什么？可以吃 Vitamin D 和 Calcium， 可是你有骨骼疏松吗？哎，迟早会有的啦，先拿着。哎，赵师兄，我也要啊，什么 Vitamin B 啦、C 啦、D 啦，什么 probiotic 啊，通通给我开1个月的量。对。医院有规定，所有的药物和保健品最多只能开2个星期，而且只能给你们需要的。哦，我很需要你们的 probiotic， 开多点给我好吧？保健品下个月就要收钱了，反正你可以给我什么，就全部多给一点就是了。哎呀，你就当做 charity， 帮帮忙喽。不要再为难Dr. Chong了好吗？宝贝，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会尽量帮你们争取的。哦，你说的，我们全靠你喽。谢谢你，Dr. B 最好。对，谢谢你，Dr. B。好了，现在你们去拿回你们平时的分量，不要再为难我们的医护人员了。好，走了，啊。其实我跟Dr. Chu谈过的，可是没有用。也许他这么做是想避免病人过度索取免费的保健品。你看，以前保健品是免费的，现在突然间要跟他们收费，一定接受不来的。再说，长期下来是一笔开销啊。我明白你是站在病人的立场去想，可是医院有医院的考量。我了解医院的处境，但是我还是希望Dr. Chu能够改变主意。Dr. Chu也是根据董事局的指示。或许这样吧，我们可以跟病人收一点附加费来补贴门诊的开销。那要收多少呢？凡是公共假日、星期天晚上10点半到隔天早上8点半来看病的病人，一律征收多10块钱。我担心病人为了省这10块钱，延误就医怎么办？10块不是大数目，外面很多诊所都这样，我相信大家都能体谅的。我们都很了解 Dr. Chu 的性格，如果你想要帮病人争取回保健品的津贴，手上总要有筹码去跟他谈吧。你都说了，我们都了解Dr. Chu，他应该不会同意的。最起码你可以要求抵消掉老人家常用的保健品的费用。嗨，你是门诊中心新来的 Dr. Mark 吧？Dr. Chu，
你好，还习惯门诊中心的工作吗？来，没事 ，Thanks。少干妈，你没事吧 I'm fine, thanks. 不要紧张，慢慢来，慢慢的呼吸，慢慢的。好多了吗？我们还真有缘分哎！你每次有状况的时候，都会被我遇到。那你找到诱发症状的源头了吗？你这样子下去不是办法哎。 I'm feeling better. Thanks. 还真爱耍酷哎！哎，怎么来了？谁叫我女朋友啊，忙到连回简讯的时间都没有，我只好亲自过来了。我忙到连喝水的时间都没有。我知道啊，所以我才帮你买了你最爱的美式咖啡不加糖。谢谢。 刚好你也在这里，有东西想跟你谈一下。又是关于取消保健品津贴的事，你真的是锲而不舍。因为病人的怨声实在太多了，我们真的有点为难。这样做总比提高诊费或关掉门诊来得好吧？我们当然知道你这么做有你的考量，不过保健品一向包含在看诊费里，说取消就取消。 大家难免不适应。OK， 不如这样子吧，我有一个建议，不如先实施 surcharge 的措施，就是说每逢公共假期或者星期天，晚上10点半到隔天早上的8点半，向病人征收10块钱，可以吗？这样做还是 cover 不了门诊的支出。我知道可能帮助不大，但至少可以补贴一些保健品的开销，病人反弹也不会那么大。 又或者，我们可以缩短保健品的分量，从2个星期减少到1个星期。要是真的能够减低门诊的亏损，其实 I'm OK。不过我只给你们1个月的时间，要是实施 surcharge 和减低药量还是达不到成效，取消保健品津贴的事还是势在必行的。谢谢你。 Dr. Mark， 哎，你会不会觉得我们门诊最近的医生都怪怪的啊？走了个怪咖，来了个酷 man， 虽然不爱说话，不过颜值还不错。可惜我已经有男朋友了，如果你不介意姐弟恋的话，可以考虑考虑。提醒 Mr. 康1个星期后回来复诊。 这新来的医生蛮特别的啊，他在澳大利亚的成绩相当不错的，听说他放弃专科实习的机会，加入了我们。没想到我们的医院这么有吸引力。在面试的时候，他告诉我，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加入我们，然后成为我们这里的医生。希望他不会让你失望。千里马也要遇到懂得欣赏他的伯乐，才能够有所发挥吧。不过说真的，我看到他，是不是千里马还言之过早？ 怎么这么热？是啊，最近是比较热，开冷气吧。嗯。阿嬷呢？她不饿，要睡觉啊。
那我留点饭菜给他吧，免得他半夜起来肚子饿。好啊。阿公吃，妈吃。来，吃。这里。妈，你还有什么想吃的菜，你跟我说，我夹给你吃。我吃不下。是不是不舒服啊？很累。累就先回房休息，等一下再吃。我会留点饭菜给你，你先休息。阿公，妈昨晚又没睡好啊？他整天就是这样，昏昏沉沉的，跟他说话也爱理不理的。那可能是药的副作用太强了。那怎么办呢？没关系，我把他的复诊时间换去明天，叫 Dr. King 换另外一种药给他。也只能这样了。平时有记录体重的习惯吗？没有，可是我每天早晨第一件事就是称体重。那这几个月体重有没有直线下降？是有一点点，很多人看到我都说我瘦了，不过我没有刻意节食，只是少吃一点，多做运动。那你现在对你的身材满意吗 ？OK， 这样吧，比如说1是非常不满意，10是非常满意，给自己打个分。大概5到6吧。如果脸再瘦一点，肚腩再小一点，那就完美了。干嘛一直盯着我手看？好，希望你不要介意。我只是看你手上有没有染色 sign， 因为我看你手背和关节处都没有什么疤痕，说明你平时没有把手伸进嘴巴催吐的习惯。我不需要催吐，自己都会吐。那你有吃泻药吗？我最近常常泻肚子，吃止泻药还差不多。Dr. King， 你觉得我有厌食症？一般厌食症患者呢，都会觉得吃太多是一种罪恶，即便自己很瘦了，还会觉得自己是胖的，还会自己强迫自己继续瘦下去。有些时候呢，会催吐，并且使用泻药。恭喜你，这些状况你都没有。所以是没有患上。我早就跟 Dr. Chang 说过很多次了，他还是要我来看心理医生。他也是关心你啊。过度追求完美身材也很符合厌食症的症状。没事了，那我先走了。哦，对了，我会写一封信转接你去肠胃消化科做个完整的检查。不是吧？我已经没事了，为什么要做检查？没事的话，怎么可能无缘无故呕吐或泻肚子？难道你不想找出病因吗？这么巧啊！梅登亮，到你了。来，妈，哎，让我单独跟梅登亮聊一下，待会儿再进来。妈，你先进去，我在外面等你啊。So, Dr. King 怎么说？他已经 confirm 我没有厌食症。不好意思啊，那是我之前诊断错误了。可是他现在要我去看肠胃消化科。我有认识的医生，要不我帮你预约吧？不会麻烦吗？不会，举手之劳。等我安排好了，我再通知你。谢了。安提什么事啊？为什么来看心理医生？我妈有忧郁症。难怪她之前一口咬定我怀了你的孩子，我怎么跟她解释她都不信。Sorry 啊，我妈本身就很容易紧张和不安，加上她忧郁症发作，
才会不相信我们说的话。之前我不知道他生病，对他的态度不是很好。哦，没事了。你有皮肤敏感啊？只是有点痒，擦lotion就没事啦。我有空的话，可以约安琪出来一起练瑜伽。会不会太麻烦你了？就当是互相帮忙。等一下。你是不是故意的？活该！谁叫你跟老师打小报告？我没有，你明明就有，我没有。喂 ，Max， 怎么了 Daddy， 子睿推我跌倒。起来！你为什么推我儿子？嘿，什么事啊？你为什么骂我的孙子啊？你的孙子推我的儿子跌倒。Grandma， 是他先推我跌倒的。哇，你真不得了，这么小就说谎！我亲眼看到你推他跌倒的。真的是他先推我跌倒的。别怕，阿妈会保护你的。Sir， 你的车不能趴在门口，麻烦你把它移开。我停一下会死吗？Dr. Zhou，安迪啊，淑芬叫我载你跟子睿去吃饭，你们在哪里啊？我们在学校门口。阿伯给人家欺负了，你赶快来。好，我马上过来。是吧？啊，安迪，你再这样的话，我马上报警。如果你的孙子还不跟我的儿子道歉的话，我就告你们。我才不怕你们告呢！不管我的孙子有没有不对，你用车撞我就是不对。哎，我什么时候用车撞你呢？你还说没有？我刚才挡在你车前，你还继续用车来撞我，害我跌倒，痛死我了。Daddy， 我也很痛啊。你看，如果 Max 有什么事，我一定会追究到底。没事，这只是皮外伤。如果你担心的话，你可以来我的医院检查，医药费我来负责。原来是温盛东医院总监，我表哥一家人是你们医院的 VIP 呢。小孩都会打打闹闹的，不如我们一人让一步，让他们两个握个手，以后还是朋友。哎。我儿子不需要这种朋友，还有你，还不快点跟 Max 道歉？是他先欺负我，为什么我要道歉？这件事两个小孩都有责任，为什么只是我们来道歉呢？好啊，我叫我表哥以后一家人都不再去你们的医院。还有，我会在网上宣传你这个医院总监吃饱没事干，多管闲事。我是子睿的爹地，我保护我的家人，怎么可以说是闲事呢？如果有谁欺负他们，就是跟我过不去。好，你们等着瞧。走。放心，有我保护你，我不会让你受到任何伤害的。哎，你们没事吧？刚才一定是被吓坏了。对不起，今天医院真的很忙，妈咪实在走不开。刚才那种场面，就算你赶来，也未必能解决。你没有看到那对父子的嘴脸有多讨厌？明明是他儿子欺负阿伯，还要二人先告状。妈咪，我不是故意推 Max 跌倒的，是他先欺负我。妈咪相信你。还好啊，有 Dr. Zhou 替我们出头。Dr. Zhou 这个人真的很不错。为了保护阿伯，就算是去医院的 VIP 也无所谓。看来啊，
他真的把阿伯当作是自己的亲生儿子。淑芬呐，你想和Dr. Chu结婚就结吧，不用顾虑我。最重要是你幸福和阿伯幸福。可是马德，我会认真考虑你和Dr. Chu的提议，我会搬去你们隔壁，帮忙照顾阿伯。妈咪，安哥初对我很好，他不会让人欺负我。那你想不想安哥初做你的 daddy？ 想。你看，阿伯就这么说了，你不要再犹豫了。我们努力让美梦成真，以为描述回春什么都可能，但是现实残忍，我们是人，请仔细看看眼前的我。日复一日，夜复一夜，没有尽头，换来却是一次又一次的疑惑。医生不是神，我们也是人，在我的笑容背后需要体谅的时候，你只要记得，我心仍沸腾，白袍里的我也是。